前段时间的打人事件，大家应该都目睹耳闻了。说实话，监控录像我真的不忍心去看。环球时报评论严重突破了社会良俗和道德底线，更是对法律赤裸裸的蔑视。短短几分钟视频，每一帧都是对公平正义的拷问。全网的声音高度一致，必须严惩，以儆效尤。不过在这些声音之外，我也察觉到了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言论，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哗众取宠，还是纯粹的心理阴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它应该肩负起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社会责任。一些跳梁小丑偏偏借着网络隐秘性制造一些暴论和谣言，这些行为跟那些暴徒毫无二致。用鲁迅先生在纪念刘贺珍君中的一句话形容非常贴切：惨象已使我莫不忍视了，流言又使我耳不忍闻。其实这些将受害人污名化、将暴行合理化的言论，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今天咱们就聊聊信奉受害者有罪论的人都是什么畸形心理。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不难发现，几乎每次恶性事件都会有类似的声音。比如一个女大学生失联20多天，结果发现是被男友及其同伙诱骗至郊外深山处杀害。有人就说了，两个人是在地铁上认识的，女孩交友太随便，刚毕业就同居不检点。再比如一个空姐搭顺风车遇害了，也会有只怪她自己穿得太暴露，谁让她这么晚还出门的声音。这不是我凭空臆想，每个比如都是真实的案例。而这些言论无疑给受害人及其家人造成了严重的2次伤害。美国有个更荒唐的事儿，早前有一位演员因为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和虐待而被封杀，坏人受到惩罚，这无可非议。但喜剧演员库尔特梅茨格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责受害者揭发罪恶的行为，他觉得受害人的曝光会对加害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觉得受害者是女性，所以得到了过多的同情。这是什么强盗逻辑？作为受害者，在曝光之前一定是受尽了心理斗争的折磨，而且在他们曝光之后，也要承受道德舆论和心理压力。有多少人因为担心世俗偏见、害怕报复而选择了沉默，不同情受害者，反倒为加害者洗白？没几年脑血栓，绝对干不出来这事儿。另外，印度我们都知道是个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的国家。2015年，一位女导演拍摄了纪录片《印度的女儿》，通过记录一起黑公交性侵致死案中各方的态度，揭露了犯罪频发及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该导演早在自己18岁的时候也不幸遭遇了侵犯。纪录片中一位罪犯在采访时说，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会在9点之后还在外面闲逛，所以在性侵案中女性的责任比男性大。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更是语出惊人，一颗钻石放在大街上，就别怪狗会把它衔走。脑洞之清奇令人啧舌，他们以为自己站在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还会以一个心思缜密的智者的身份告诉你，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这绝对不是理性的客观中立，而是一本正经的扯犊子。事实上，被害人在被施暴、被侵犯的时候，跟自己的行为穿着并没有什么关系。2018年，比利时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展览，就是对受害者有罪论无声的反击。展览主题为 What were you wearing？ 展出的是18位女生在遭受侵犯时穿着的衣服， T 恤、裤子、运动服，每一件衣服都极其普通，跟暴露没有任何关系，但她们还是遭遇了不幸。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穿着从来不是导致性侵案发生的原因。退一万步讲，即便穿着暴露，性侵者就可以有正当的理由吗？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美不是用来亵渎的，不能因为别人的长相穿着而心存偏见，更不能借此将暴行合理化。记得某地公安有一则正义爆棚的公开宣告，世上好看的裙子你尽管去穿，地铁上的色狼我们来抓。这句话狠狠地打了信奉受害者有罪论的人的脸。下面我们聊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坚信受害者有罪论。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来自于心理学臭名昭著的公正世界假说，就是说世界本质上是公平的，只有好人才能得到奖赏，反过来受到惩罚的都是坏人。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做了一个实验，他安排一个人独自学习，然后让72名被试者观看，每当这个人犯错就会受到电击。刚开始人们还觉得这个实验太残忍了，但随着实验的进行，他们对受害者的遭遇从同情变成了敌意，他们觉得这个人太笨了。根据实验，勒纳得出了公正世界的结论，人们都倾向于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公平的世界里，当不幸发生在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身上时，会威胁到世界是公正的这个信念，这就意味着自己可能也会跟受害者一样被伤害。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人们就要在心理上跟受害者区分开，认为他们的不幸是他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觉得他们笨，不该穿得太少，不该在夜里吃烧烤。他们用这种防御机制来修正认知失调，或者说寻找心理安慰，但自欺欺人式的做法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公号利维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学家劳拉尼米和利安扬的一个结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道德价值观在是否会责备受害者这件事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道德价值观可以分为集体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虽然每个人都有2套价值体系，但集体价值观更强的人倾向于保护一个团体的集体利益，而个人价值观更强的人更注重公平和保护个人利益。在一项研究中，2位心理学家向参与者描述了一些虚假的犯罪片段，比如在一个聚会上，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的饮料里下了药，当天晚上男生性侵了这个女生，然后询问参与者在哪些环节做哪些改变才能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结果集体价值观更强的人更愿意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或者建议受害者采取一些行动，个人价值观更强的人则倾向于做相反的事情。第3个原因是归因错误。有个观察者行动者效应，意思是同一个行为或者结果，行动者会把成功原因归于自己，把失败原因归于外部因素。反过来，观察者会把行动者的成功归于外部，把失败归于行动者本身。举个例子，我考了100分，毫无疑问我是个天才，考60分那是我没睡好或者出题人傻叉。隔壁的张三考了100分，那绝对是狗屎运，他考了60分就是他的能力不行。在观察别人的遭遇时，缺乏同情心的人就会用这种心理来判断那些受害者的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有思维偏见，喜欢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看事儿，再加上一些受害人的特征跟自己的偏见刚好符合，他们就暗自窃喜有了依据。但事实上呢，这些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的逻辑谬误。最后2个原因我觉得可以简单粗暴地总结到一起，一个是这些人可能也是潜在的罪犯，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想过类似的场景，但毕竟是违背道德甚至触犯法律，所以只能在脑子里意淫，看到相关事件的报道，有一种别人干了自己不敢干的事儿的感觉，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产生一种快感。另外一个纯粹是哗众取宠，想着反正网络世界谁也不认识谁，我就表现我的独特，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因为这种情况受到教训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说这些人不仅可恨还愚蠢。说了这么多，情绪可能不那么理性，小伙伴们见谅啊。也是因为受害者有罪论看多了，觉得这样不仅对受害人造成2次伤害，还可能会在网络上带节奏，影响舆论，所以得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听我啰嗦了这么久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理性和共情或许是对受害者最大的慰藉。